大家好，我是4213，今天我们接着来讲《魔兽争霸3：混乱之治》的最终章。在上期的结尾，我们提到，虽然燃烧军团的先锋马龙诺斯已经倒下了，但他终归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塞纳留斯已死，暗夜精灵以及森林盟友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也就意味着燃烧军团入侵卡利姆多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首先，我们来讲讲燃烧军团的部署。军团指挥官阿克蒙德将他的部队分成了两部分。一小部分亡灵与恶魔继续留在东部王国，以确保他们不会被各国的残留部队追击，而另一部分大部队则被派往了卡利姆多的灰谷地区来实施军团的入侵作战。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暗夜精灵以及部落与联盟的联军。在军团看来，这些保卫者不难对付，更何况他们都还在灰谷中各自为战。眼下，暗夜精灵将他们的攻击矛头指向了部落与联盟的联军。因为暗夜精灵的领导者泰兰德与风认为是兽人杀死了塞纳留斯，而与他们联手的联盟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不过泰兰德也隐约察觉到有某种黑暗的力量正在灰谷中盘踞，但是为了给塞纳留斯报仇，泰兰德还是率领部队向联军发起了攻击。然而就在他们进攻联军的一处基地时，火雨从天而降，大批的恶魔以及海量的亡灵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泰兰德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燃烧军团真的回来了。看来那股黑暗的力量就是指的军团。此时军团也发现了泰兰德，并立刻将攻击方向指向了他。泰兰德眼看情势不对，果断选择了撤离，而亡灵与恶魔也一路追击暗夜精灵部队，将泰兰德逼上了一条绝路。甚至提克迪奥斯和阿克蒙德都亲自参与了围捕泰兰德的行动。泰兰德眼见在万年前入侵艾泽拉斯的阿克蒙德都出现了，这更加证实了军团的入侵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就在军团成员准备活捉泰兰德时，其中一个恶魔失手给了泰兰德施展隐遁的机会，这让阿克蒙德勃然大怒，干掉了那个失手的恶魔，并命令其他恶魔一定要活捉泰兰德。但恶魔们并不知道隐遁的泰兰德其实就在原地，所以他们去其他地方搜索了。在确认恶魔离开后，泰兰德才解除了隐遁。燃烧军团的回归令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必须立刻去警告其他的暗夜精灵。这里我们先暂且把视角切到燃烧军团这边。刚刚发生的意外令阿克蒙德不得不提前执行他的另一个计划，那就是利用古尔丹之炉来腐化海加山附近的林地。在上期我们提到过，马洛诺斯和提克迪奥斯将古尔丹之炉带到了灰谷，借腐化森林来削弱塞纳留斯的力量。但现在塞纳留斯已死，阿克蒙德便命令提克迪奥斯把古尔丹之炉带到离海加山更近的地方，进一步释放出古尔丹之炉中的邪能。提克迪奥斯将这一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炉中的邪能进入大地，使整片森林都被邪能腐化了。而这片被邪能侵蚀的森林就是后来的废物的森林。随着邪能在海加山脚下扩散，用不了多久，邪能就会覆盖到第二座永恒之井，那样的话，军团便可以轻易地向着那里进军了。接下来再把视角切回到泰兰德这头，在森林中有不少末日守卫都在搜寻泰兰德的踪迹，但泰兰德还是利用隐遁成功地躲过了恶魔们的巡查。期间，泰兰德还听到末日守卫说，阿克蒙德命令他们腐化这片森林，这不由得令泰兰德更加心急如焚。在跨过一座桥梁后，泰兰德到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场所，并且他还在这里找到了一些暗夜精灵弓箭手。稍事休息后，他们便继续朝着暗夜精灵城镇的方向前进。一路上，他们看到人类还有兽人都在与燃烧军团作战。眼见此景，泰兰德有些惊讶，这些外来者竟然也在对抗军团。由于赶路要紧，泰兰德只是带着部队从他们身边匆匆掠过。在穿过了一座传送门后，他们又遇到了一群女猎手，这下泰兰德便有了一支军队，可以勉强面对接下来的战斗了。在尽数清除了森林中的敌人后，又有新的部队和头人车加入了他们。此时的他们在战斗力方面彻底不虚了。顺带一提，在这一关的森林中有一个隐藏单位，那就是星夜争霸中的刺蛇。该单位甚至可以在当前关卡加入暗夜精灵部队，攻击力也是相当给力的。在泰兰德抵达目的地后，迎接他的是山蒂斯与月。山蒂斯向泰兰德报告了当前灰谷都是亡灵的事实，而泰兰德则说出了更为可怕的事，那些亡灵都是他们的古老仇敌燃烧军团派来的，并且他们还在腐化森林。看来军团恶魔的目的和上次一样，是想占据第二座永恒之井，打开传送门，将燃烧军团的全部部队带到艾泽拉斯来。面对这些强大的敌人，他们需要从翡翠梦境中唤醒德鲁伊来共同抗敌。在之前的视频中我提到过，不久前也曾有德鲁伊自然醒来，向泰兰德禀告有关东部王国瘟疫的情况。本来按理来说，面对灰谷森林被腐化的情况，德鲁伊本该自然转醒才对，可不知为何他们现在还停留在翡翠梦境中。泰兰德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其实这一切的缘由是因为塞纳留斯的死去，在这位荒野之神倒下的那一刻起，所引发的冲击影响到了翡翠梦境，让所有在梦境中的德鲁伊陷入了虚弱与混乱。他们虽然能够大致感受到在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他们无法脱离梦境回到现实之中。因此泰兰德指挥山蒂斯继续在灰谷地区领导哨兵部队作战。
而自己则要前往月光领地取回塞纳留斯号角，简称半神号角，用号角声强行唤醒在兽穴中沉睡的马法里奥怒风。话说，大德鲁伊马法里奥怒风以及他的孪生弟弟法师伊利丹怒风，还有月之女祭司泰兰德雨风，都是在万年前上古之战时期涌现出的英雄。所以，值此燃烧军团再度入侵艾泽拉斯的危急时刻，泰兰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马法里奥。在来到月光领地后，泰兰德从部下那里了解到，想要取回半神号角，就必须先清除驻扎在月光领地附近的兽人营地。同时，他还了解到有支亡灵部队正在向马法里奥沉睡的兽穴发起攻击。因为兽穴地处一座孤岛，泰兰德无法对亡灵发起攻击，所以他得尽快拿到半神号角唤醒马法里奥。如果不抓紧行动，亡灵部队便有可能攻陷兽穴，马法里奥也会命丧亡灵之手。见此情形，泰兰德立刻召集士兵向兽人营地发起了攻击。在夷平了兽人营地后，泰兰德又集结部队击败了看守号角的3位远古守护者，最终他取得并吹响了半神号角。号角声响起，终于唤醒了沉睡的马法里奥怒风。当马法里奥看到林地被邪能与瘟疫污染，亡灵生物在大地上肆虐时，他当即召唤出熟人，碾碎了入侵兽穴的亡灵。之后，他与泰兰德来到了东玄谷的山岭间。泰兰德向马法里奥诉说了在他成眠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虽然导师之死令马法里奥心碎不已，但现在时间紧迫，容不得他过度哀伤。马法里奥依照当前形势判断出阿克蒙德会进军海加尔山，直捣世界之树。为此，泰兰德与马法里奥准备去唤醒在峡谷中沉迷的德鲁伊，增强暗夜精灵的战斗力。突然，从不远处传来的喊杀声吸引了马法里奥和泰兰德。二人发现人类军队正在与亡灵交战，马法里奥见外来者也在对付亡灵，他认为这些外来者说不定会是对抗军团的一大助力。可泰兰德却拒绝与外来者为伍，并愤怒地说：“那些家伙是一群畜生，塞纳留斯就是被他们杀死的。”马法里奥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多年未见的泰兰德脾气比之前火爆了许多，想来可能是因为常年肩负保卫暗夜精灵的重任，才导致泰兰德如此暴躁的。接着，二人继续率领部队向峡谷深处前进。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联盟部落的联军、亡灵的军队、被邪能腐化的熊怪，甚至还有被腐化的暗夜精灵前哨基地与恶魔萨特。迫于无奈，他们也只能摧毁被腐化的暗夜精灵基地了。在来到兽穴后，马法里奥用号角唤醒了一些猛禽德鲁伊，这些德鲁伊将成为对抗军团的一大助力。马法里奥分派了一些德鲁伊加入哨兵部队参与作战，而剩余的则被派去寻找荒野之神。尽管荒野之神行踪不定，很难寻找，但不管如何，他们都得做出尝试。在此之后，马法里奥等人来到海架山下的一个古老洞窟，打算唤醒在洞穴深处沉迷的利爪德鲁伊。这座封闭的地底洞穴已经有数千年无人造访了，所以他们也不清楚洞穴中会遇到怎样的状况。果不其然，刚进入洞穴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一些血巨蜘蛛被邪能扭曲了，这说明邪能的污染已经深入地底。马法里奥认为地底尚且如此，那地面之上肯定被腐化的更为严重。烧梯队在刚进入这一关后不久，便能够通过摧毁树木的方式发现一个彩蛋，史上最大的熊猫，击杀它会掉入法术免疫项链，这是困难模式下的通关利器。继续向洞穴深处前进，众人见到了一个被封闭的古老大门，这令马法里奥涌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泰兰德不解地问门后面是什么，马法里奥回答伊利丹就关在这门后的牢笼深处。泰兰德一听说是伊利丹，便立刻想到他是对抗军团的最佳盟友，提议应该将他从牢笼中释放出来。但马法里奥却强烈反对这样做，因为马法里奥认为伊利丹太过于危险，如果释放他肯定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危害。可是泰兰德却坚持独自率众去释放伊利丹。至此，原先完整的部队便分为了2部分。马法里奥带领树妖和德鲁伊继续前往洞穴深处去唤醒利爪德鲁伊，而泰兰德则带哨兵部队去释放被守望者们看守的伊利丹怒风。先说马法里奥这边，在洞穴最深处，马法里奥吹响了半神号角，成功的唤醒了那些迷失在翡翠梦境和凶残兽行中的利爪德鲁伊。随后，这些利爪德鲁伊也加入了驱逐燃烧军团的队伍中，而泰兰德这头也来到了守望者牢狱中。为了释放出背叛者伊利丹，这一路上他不惜杀死了那些同族的守望者士兵，因为他相信伊利丹会拯救艾泽拉斯。这里我来带大家简要回忆一下，伊利丹为什么会被暗夜精灵称作是背叛者的，他又是为什么会被囚禁起来的。在上古之战时期，伊利丹为了更了解他的敌人燃烧军团，他假意与军团结盟，并取得了恶魔的一部分力量。然而这份力量的代价也很惨重，他的眼睛被邪能烧毁，皮肤上也留下了被邪能纹身的疤痕。但他的族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在暗夜精灵眼中，伊利丹投靠军团的做法无异于背叛。比起这一点，让暗夜精灵更加不能忍受的是伊利丹在上古之战结束后的行为。他将原本永恒之井的井水倒入了海架山顶峰的小湖中，使其成为了第2组永恒之井。伊利丹认为这口井是他们与燃烧军团抗衡的唯一力量源泉。
可是，在大多数暗夜精灵看来，这颗井的存在势必会再度引来燃烧军团，因此他们将伊利丹的行为视作是对族人的背叛，并将他称作背叛者。原本伊利丹会被人们处以死刑，但是在马法里奥的建议之下，他们改判伊利丹为终身监禁，而这一关就是1万年的时间。这也就是伊利丹那句著名的台词“我被囚禁了1万年”的由来。时间再回到当下，当泰兰德一路杀进守望者地牢时，他意外地发现，释放伊利丹的最大阻碍马维影哥竟然外出执行抓捕任务了。如此一来，泰兰德便顺利地来到了地牢深处，见到了伊利丹。泰兰德告诉伊利丹，燃烧军团已经回归，暗夜精灵再次需要你的力量。听闻此言，伊利丹挣脱了牢笼，但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族人，而仅仅是为了泰兰德一个人。是的，马法里奥、伊利丹和泰兰德这3人间的关系就是有那么一点复杂。他们3人从小一起长大，在上古之战时期，马法里奥与泰兰德互生情愫，可伊利丹却又单恋着泰兰德。就算他被囚禁了1万年，这份爱也未曾更改，所以他才愿意为了泰兰德去猎杀恶魔。在走出地牢后，等待伊利丹的是哥哥马法里奥。马法里奥始终认为伊利丹过去被囚禁全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伊利丹对哥哥固执己见的想法厌恶至极，他认为哥哥忘了过去他们曾并肩对抗恶魔。泰兰德想要这对哥俩放下过去的事，专注于对抗眼前的燃烧军团，拯救他们的家园。可马法里奥却拒绝了与叛徒为伍。无奈之下，伊利丹只能独自行动了。在过去被囚禁的万年时间里，伊利丹一直都在苦苦思索艾泽拉斯该如何抵抗燃烧军团的入侵。他知道军团恶魔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可以重生，在艾泽拉斯杀死的恶魔会在扭曲虚空中重生，而唯一能够永久消灭恶魔的方法，就是在扭曲虚空或者充满扭曲虚空能量的地方将其彻底杀死。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要将战火推向燃烧军团的领地。但是想要达成这一条件，现阶段是难以做到的。这里插个题外话，作为上帝视角的玩家其实知道，伊利丹这个想法直到魔兽世界的 7.3 版本才终于实现了。他把战场推到了军团的大本营阿古斯星球，在那里杀死的恶魔是不会重生的，这样才彻底击败了燃烧军团。所以伊利丹的想法其实挺长远的。接着说回到之前的剧情上来，伊利丹也知道自己的想法短期内无法实现，而想要在当下击退军团恶魔，就只能先提升自己的力量。在伊利丹重获自由后，他便感知到在废物的森林中散发着一股巨大的邪能，他认为或许那里有提升自己力量的办法。然而当他抵达那里后，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人类，那便是死亡骑士阿尔萨斯。是的，阿尔萨斯在暗夜精灵的战役中也小小客串了一把。至于阿尔萨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编年史是这样解释的。话说，在阿克蒙德成功降临艾泽拉斯星球后，便架空了巫妖王的天灾军团指挥权。但是阿克蒙德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巫妖王依旧可以远程指挥亡灵的行动，并且巫妖王还指挥阿尔萨斯前往了卡利姆多。只不过阿尔萨斯的任务不是帮助恶魔，而是在暗地里阻碍恶魔的行动。阿尔萨斯小心翼翼地在暗中行动，以免恐惧魔王注意到他的真正意图。他通过种种手段操纵天灾军团，让亡灵会违背恐惧魔王的命令四处乱窜，甚至有时还会故意放走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恶魔向海加山推进的步伐。那么有观众看到这里肯定要问，巫妖王和阿尔萨斯这么做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巫妖王知道，如果军团获得了艾泽拉斯的控制权，那么他就永远没有重获自由的机会了。巫妖王和燃烧军团只是表面上的上下属关系，但实际上巫妖王无时不刻不想脱离军团的控制。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巫妖王要让阿尔萨斯在暗地里破坏军团的入侵行动了。而为了能够进一步延缓军团的入侵进度，阿尔萨斯注意到了提可迪奥斯和古尔丹之炉。他知道恐惧魔王在用这件邪能神器腐化海加山附近的林地，如果真的让军团得逞，那恶魔便能轻而易举地攻下海加山。于是阿尔萨斯便在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在不被燃烧军团发现的前提下摧毁古尔丹之炉并杀死恐惧魔王。正当阿尔萨斯苦苦思索时，费伍德森林中传来的骚动引起了死亡骑士的注意，那是一个拿着双刃的暗夜精灵。于是一招借刀杀人的计策也就此涌上了阿尔萨斯心头。阿尔萨斯故意出现在伊利丹面前，并出言挑衅对方。正在气头上的伊利丹认为对方是在自寻死路。接下来二人间发生了一场大战，这场战斗二人势均力敌，打的是难解难分。最后伊利丹中断了决斗，询问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阿尔萨斯解释说，当前的天灾军团是由一个名叫提克迪奥斯的恶魔所领导的，那个恶魔掌握着一件强大的神器古尔丹之炉，就是这个神器导致了森林的腐化。伊利丹立刻想到对方是要自己去夺取这件神器。伊利丹对死亡骑士的话深感怀疑。阿尔萨斯直言他对提克迪奥斯没什么好感，而军团的溃败可以给他的主人带来好处。他还声称自己的主人知道伊利丹正在追求力量，他劝伊利丹抓住这次机会。说完，死亡骑士便离开了。
伊利丹原本就感知到森林中散发着一股巨大的邪能，尽管他不相信那个陌生人，但出于对这股力量的渴求，他还是踏上了寻找神器的道路。在费伍德森林中，伊利丹解决了许多恶魔、萨特和不死生物。注意，在编年史中，伊利丹是独自一人行动的，而在沃三战役中，伊利丹则是有一支部队的。推测这支部队应该是泰兰德给伊利丹调配的。终于，他带领部队在森林深处找到了古尔丹之路。令他惊喜的是，神器中包含的不只有力量，还有知识，也就是兽人术士古尔丹的记忆。伊利丹完全吞噬了在神器中的邪能，邪能魔法在他身体中涌动，使其变成了前额有角、背后有翼的形态。从此刻起，伊利丹不再是暗夜精灵，而是变成了一个恶魔。跟随邪能一起涌入伊利丹体内的还有古尔丹的记忆，因此他知道了有关兽人家园德拉诺以及封锁在萨格拉斯之墓中的奥秘与神器，而这也为他日后寻访这些场所埋下了种子。在获得了如此莫大的力量后，伊利丹立刻向提克迪奥斯发起了攻击。化身恶魔的伊利丹很快就击败了提克迪奥斯。由于伊利丹获取了古尔丹之炉，并清除了费伍德森林中的恶魔，这使得燃烧军团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腐化的能量再也无法散布到其他地方了。虽然伊利丹让暗夜精灵在战争中获益不少，但他的族人依然无法认同伊利丹。在提克迪奥斯倒下的那一刻，马法里奥和泰兰德也赶来了。马法里奥一开始以为是恶魔让伊利丹变成如今的样子的，可伊利丹却直言这副模样是他自己弄的。这下就连泰兰德也无法认同伊利丹了。任凭伊利丹对军团造成了这般沉重的打击，马法里奥始终无法接受弟弟变成了恶魔，因为他认为伊利丹是为了力量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紧接着，马法里奥将伊利丹放逐出了精灵的土地，而伊利丹也听从了马法里奥的话。不过，那是因为他知道留下来也毫无意义。就算暗夜精灵这次能够阻止军团的入侵，在未来军团一定还会卷土重来的。为此，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够一劳永逸解决恶魔的办法。对于他来说，这才是唯一有意义的战斗。黑暗之门开启后21年，在经历了之前那么多期的20年，现在时间终于来到了21年。先说当前的局势，虽然在伊利丹的帮助下，暗夜精灵方找回了一些优势，让军团不能那么顺利的向前推进，可燃烧军团的前进势头依然难以阻挡，他们距离第二座永恒之井也越来越近了。暗夜精灵与他们的森林盟友都在与恶魔战斗，联盟与部落的联军也在尽全力阻挡亡灵大军的前进。尽管这些种族都齐聚海加山，但暗夜精灵却还是不愿与联军携手抗敌。麦迪文见此危机时刻，竟然还有不团结的因素存在，他便托梦给马法里奥、吉安娜和萨尔，将所有种族的领导人都聚集在一起。在三方领导人碰面后，麦迪文也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他向众人诉说了自己的过去，是自己多年前将兽人带到了艾泽拉斯，并间接导致了燃烧军团的回归，但同时他也死在了最真实的人手里。而如今他再次现身，就是为了弥补昔日所犯下的过错。直到此时，他才终于向众人说出了他的名字——麦迪文，最后的守护者。他请求所有阵营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对抗燃烧军团，因为这是艾泽拉斯最后的希望了。听到要与联盟和部落结盟，泰兰德的心中还是有一些犹豫，但麦迪文最终还是说服了泰兰德，为了艾泽拉斯放下过去的种种成见，这才使得几大阵营在最后一刻团结了起来。现在决战的一刻终于来临了，接下来就是魔兽争霸3混乱之治的最终关卡，同时也是魔兽世界团队副本海加尔之战的蓝本。在海加尔山顶附近，所有种族都在布置防御工事，阻挡军团的前进步伐。虽然德鲁伊没能找到那些荒野众神，但也集结起不少森林盟友加入战斗。眼下各阵营领袖齐聚一堂，吉安娜从最远处的哨站带来消息，阿克蒙德正在向顶峰方向前进，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杀到这里。此时马法里奥却说起了万年前的上古之战，那一次暗夜精灵击败过燃烧军团，但整个大陆却也在战后四分五裂了。那时候守护巨龙为了守护第二颗永恒之井而种下了名为诺达希尔的世界之树，同时巨龙们在诺达希尔上施展了强大的法术，让暗夜精灵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等一系列能力。正因如此，暗夜精灵也成为了永恒之井的看护者。马法里奥认为现在是时候归还这份力量了。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可以击败阿克蒙德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巨龙释放在世界之树上的强大法术。他将与其他德鲁伊一同施术，让世界之树上的魔法变得容易被点燃，然后再由小精灵去点燃世界之树。如果能够成功，所产生出的爆炸就足以歼灭阿克蒙德和军团入侵者。不过这样一来也意味着巨龙的魔法被破坏，暗夜精灵将失去永恒的生命，变得与凡人一般衰老。泰兰德与马法里奥都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为了守护艾泽拉斯，他们必须要这样做。接下来马法里奥和其他德鲁伊便去山顶着手准备咒语了。与此同时，阿克蒙德已向所有守卫者发起了决战前的宣言。吉安娜请求泰兰德能够派兵支援联军的基地，这样一来便能够尽可能的拖延军团的前进步伐。直到此刻，泰兰德也认识到可能自己之前错看了这些外来者，他以艾卢恩之名向他们表达了敬意。
在之后的战斗中，艾泽拉斯的所有种族——兽人与人类、暗夜精灵与牛头人、巨魔与矮人等，都并肩作战，一起对抗如潮水般涌来的亡灵与恶魔。但奈何敌人实在太过强大，阿克蒙德率军团先是攻破了吉安娜的联盟基地，接着又击破了萨尔的部落基地。艾泽拉斯的守护者们只能一步步地向着顶峰方向后撤。在连续拔除了人类与兽人的基地后，阿克蒙德有些飘了。他认为艾泽拉斯的守卫者脆弱不堪一击，甚至后悔没有早一点对这里发动入侵。那一天，数以千计的守卫者都牺牲了，但他们的牺牲也没有白费。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阿克蒙德带领军团抵达诺达希尔时，丝毫没有注意到马法里奥等人为他设下的法术陷阱。眼看阿克蒙德来到了诺达希尔旁边，准备动手摧毁这棵世界之树时，马法里奥吹响了半声号角。海加尔山周围的森林中出现了无数缥缈的灵魂小精灵。这里要向没玩过沃3的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小精灵。据说大多数暗影精灵在死后也会像其他种族那样前往暗影界，但也有一小部分的暗影精灵在死后是以小精灵的形态在现实世界中徘徊，因此他们也被暗影精灵称作是先祖之灵。在游戏中，小精灵是暗夜精灵的基础农民单位，负责采集金矿、缠绕树木、建筑、修理等职能。小精灵与其他种族农民单位不同的地方是，拥有一个特殊的技能自爆，自爆可以范围消耗单位的魔法值，或是对召唤生物造成伤害。在剧情中，当数以万计的小精灵们受到马法里奥的召唤后，他们纷纷向着阿克蒙德飞去，并环绕在阿克蒙德身边。小精灵们将自身的能量注入到世界之树中，并且引爆了其中的魔法。注意，在过去有不少玩家认为是小精灵的自爆炸死了阿克蒙德，实际上是小精灵引爆了世界之树上的魔法。一瞬间，一股巨大的能量从诺达希尔中爆发出来，这次爆炸就连整个卡列姆多都受到了震动。阿克蒙德瞬间灰飞烟灭，大多数亡灵和恶魔全都无法幸免。军团夺取第二座永恒之井的计划就此破灭。艾泽拉斯的保护者顺势向军团的余部发起反击，其攻击之猛烈消灭了留在卡林姆多上的大部分亡灵与恶魔。阿尔萨斯勉强逃过了这场攻击，他尽可能的聚集起天灾军团，撤回了东部王国。在这场战争胜利后，部落与联盟离开了海加山，寻找新的落脚地。尽管他们之间脆弱的同盟协议仍然存在，但在之后的岁月里，还要经受非常多的考验。而泰兰德和马法里奥则在海加山开始了重建工作。在那场巨大的爆炸中，诺达希尔受了严重的损伤，周围的森林也大多化为了废墟。虽然诺达希尔的损伤会随时间慢慢恢复，但守护巨龙释放的法术已经被消耗殆尽，使得暗夜精灵不再享有永生，他们会开始变得衰老，就像其他的凡间种族一样，也让马法里奥和其他德鲁伊不能再随意的进出翡翠梦境。在一切都逐渐平息后，麦迪文远远地看着这个被战火蹂躏的世界，心中倍感宽慰。艾泽拉斯终于安全了，至少目前是这样。麦迪文知道在艾泽拉斯上还有其他威胁，他能感知到诸如巫妖王等势力的存在，但他已经无力再去阻止他们了。麦迪文的力量正在变得微弱，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留在物质界面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剩下保护艾泽拉斯的任务就要留给星球上的居民来承担了。经过了海加山之战，他看到了各种族团结起来的力量，他希望在未来他们还能像今天这样并肩战斗下去。在此之后，艾泽拉斯最后的守护者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或是他是否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至此，魔兽争霸3混乱之日的剧情就全部讲解完毕了。毫无疑问，海加山之战是魔兽史上最史诗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战了。这一战与万年前的上古之战一样，凝聚起了艾泽拉斯星球上的所有种族。讲真的，在2002年，魔兽争霸3不管是在剧情的史诗程度还是游戏性上，都已经足够屌了，堪称是 RTS 品类的巅峰之作。但谁又能想到，在2003年发布的资料片《冰封王座》会使得魔兽争霸3又迈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呢？其中的人气角色阿尔萨斯与伊利丹，更是为魔兽世界最受欢迎的2部资料片《燃烧的远征》与《巫妖王之怒》打下了基础。所以下期咱们接着来看编年史卷3第3章《冰封王座》的故事，大家敬请期待吧。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4213，我们下期再见。哎，兄弟们，混乱之日都大结局了，真的不点个3连支持一波吗？是不是我最近说的有点少，你们就不点3连了？一定要记得3连哦，别再下次一定了。好了，就这样，下期再见。